普通人对战格斗选手的后果是什么？看这个黑皮肤小哥就知道了。当然，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。而是这位 UFC 女子选手米莎塔特。事情的起因是4个社会青年来到了塔特所在的拳馆，扬言要挑战职业格斗选手。拳馆派出了女子选手米莎塔特。说起米莎塔特，老拳迷肯定不陌生。米莎塔特凭借姣好的身材和相貌，俘获了很多男性拳迷。而她在一次比赛称重的时候，全国上阵才刚刚好通过了称重。米莎塔特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战是在2016年3月 UFC 196，米莎塔特对阵霍利霍尔姆。米莎塔特最后90秒成功翻盘比赛，背后裸脚降服霍尔姆，成功夺得 UFC 女子重量级冠军腰带。今天来的这4位社会青年，应该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健身搏击爱好者，没有参与过系统的训练，但是有几个看上去还是挺结实。米莎塔特和4位挑战者都在热身。这2个小伙似乎是玩嗨了啊！还有一个居然爬上8角笼，搞得自己已经打赢了一样。这家伙居然要挑战嘴炮，搞得拳馆里的陪练师哭笑不得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今天是车轮战，规则是巴西柔术。这个断头台把整个小伙子都提起来了，可见米莎塔特的力量有多大。米莎塔特笑着背后裸脚。总之，米莎塔特现在是各种摔各种锁。木村锁。背后裸脚。由于现在对手是4个人，而且是轮番上阵，米莎塔特的体能有所下降，但是对付这些小菜鸟还是绰绰有余。可怜的4个小伙被米莎塔特锁来锁去，简直毫无招架之力。这还没有动拳头和腿，如果真的走进8角笼，或者是在街斗的情况下，基本上20秒一个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这还是女子选手，中国拳王徐凯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观点。但假设真在街头上遇到一群人围攻，多的不敢说，4、5个问题不大，那要换成一个一个上的情况，我们体能打40分钟没问题啊，平均30秒看到一个。今天这4个小伙运气不错，来拳馆挑战居然遇上了美女。虽然被美女一顿揉虐，但是看得出来他们都没有受伤，而且心情也非常不错。如果换成是你们愿意和美女塔特来一场比赛吗？请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观点。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小北哥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职业选手能不能同时打3个普通人？为了消耗职业选手招仓未来的体能，这个黄毛表示要先1对1，然后2对1，最后才3对1，而且居然表示可以不用对自己留手，就使尽全力打就好了。从黄毛现在的表现来看，应该是有练过的，躲闪还是不错。互相换拳被击中。双方同时出前手拳，招仓为了这速度更胜一筹，黄毛经常在换拳中被打中。从这个四周的环境来看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小型的拳馆。黄毛前手拳被招仓未来躲掉，招仓未来的速度确实快啊。有人说在职业选手的眼里啊，所有的人都是慢动作，这种说法看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双方换拳，这一波黄毛打的还是不错的。招仓未来前手拳打中。双方现在也是越打越上头，出手也比较重了。现在，招仓未来后勾拳、后手直拳，把黄毛逼到擂台边。看得出来，现在黄毛的脚步已经乱了。黄毛现在自乱阵脚，那么只有挨打的份了啊！可能这个体能也是不行了。招仓未来后手摆拳，现在黄毛已经完全破防了，双手抱拳也防不住了。最后一波进攻，现在黄毛认输，1对1比赛结束。虽然打输了，但是现场的氛围还是不错的啊。黄毛打完以后，立马就提出要2对1，可能就是为了不想让招仓未来休息啊。
好，接下来的比赛是2对1，黄毛加小白对付职业选手招仓未来，双方使用的是轮番轰炸啊，就是为了不给招仓未来喘息的机会。这个黄毛这下有点过分了啊，居然把小白拉去当人肉盾牌，有道是双拳难敌4手啊。招仓未来打的还是聪明，且战且退。黄毛怕挨打，又来这一招。把小白给推着顶上去，小白很明显啊，也是有一定的格斗基础，最起码他有一点防守意识啊。黄毛在小白的掩护下，终于打中了几拳，真的为这个小白捏一把汗啊！反正招仓未来是一直在防守他俩的拳头，防的还是不错的啊，没有吃太多拳。现在是1打2。招仓未来稍稍加重了拳头的力度，不然要是不搞定一个，等一下是拿不下了啊！几年会被他们耗完，因为等一下还要1打3嘞。此时的黄毛已经累嗝屁了啊！小白也被招仓未来打倒，黄毛再一次被打倒，小白又站了起来啊，很倔强。换成是我的话，我肯定倒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啊。小白想想刚才的遭遇，还是放弃了最终的抵抗。但是2打1完败，接下来是3打1啊，看看结果怎么样。比赛一开始，招仓未来先打小白，这个第3个上来的在后面盘旋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骰子这么小，我们就叫他小菜啊，菜脸的菜。黄毛和小白在前面冲锋陷阵啊，小菜在后面躲来躲去，生怕他们3个人的冲击波冲到自己。哦，小菜在找机会啊，看到黄毛被放倒，他立马又退缩了。黄毛这次胆大，居然上去抱招仓未来。小白被放倒，小菜迄今为止啊没有出1拳，小白和黄毛已经被打得人仰马翻了啊，小菜还是躲来躲去，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啊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现在你的队友们都已经被 KO 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还能躲得掉吗？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招仓未来轻轻一个摆拳就把他打倒了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转发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UFC 职业选手和普通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今天有3场比赛给大家解说，应该来说明这个问题。第3场比赛最精彩，也许你要和我杠，普通人那能代表什么？今天这3个普通人可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有身高2米多、体重400斤的世界大力士冠军，有职业举重运动员，也有业余拳击的天花板。大家别着急，慢慢往下看。这个戴着粉色拳套的，想必大家都认识，2次 KO 对炮 UFC 现役轻量级种子选手，钻石达斯汀·普瓦利尔。这个被他压在身下的巨人叫布莱恩·肖，他是世界大力士冠军，733磅石头升降机世界纪录保持者，身高2米03，体重400斤。中国有一句谚语叫胳膊里萝卜大腿，但是你们看布莱恩·肖的胳膊是不是比钻石的大腿还要粗？但是你长得再壮也没有用。巴西柔术就是以柔克刚，以小博大。钻石轻松的降服了这个400斤的巨兽。如果你要说这一波人说明什么，钻石的实力太强了。那么现在我要用第2场比赛来说明。没错，视频里的是 UFC 女子草量级初代冠军饼干姐卡拉艾斯帕扎。先说说卡拉，等一下再说她的对手。卡拉前段时间击败了严小兰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卡拉的巅峰期应该是2014年12月12日，卡拉击败玫瑰罗斯，成为 UFC 草量级第1届冠军，而且把当时的玫瑰罗斯打哭了。卡拉在第3回合3分35秒背后裸脚，成功降服玫瑰罗斯。卡拉也成为了 UFC 历史上第1位女子草量级冠军。这位是卡拉今天的对手，他叫巴特，是一名职业举重运动员。你看他今天举的这个重量应该超过了150公斤，这个男人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。这家伙在国外粉丝也特别多，平时也爱好练练格斗，虽然水平很一般，但是他的身体素质根本就不用怀疑，有时间的时候还要去练练摔跤。他今天居然戴上了分支手套，要来挑战 UFC 职业选手。卡拉打比赛的时候是女子草量级，体重是115磅，也就是 52.2 公斤。那么他在非赛季正常体重应该是在65公斤左右，而巴特的体重在90公斤左右。而现在比赛开始，卡拉步步紧逼，巴特出拳反击，卡拉高扫。很明显，双方都是收着力在打。你们继续往下看。
卡拉下潜抱单腿，把巴特摔倒，卡拉来到侧面压制。卡拉想做骑乘，卡拉成功拿到骑乘位。卡拉现在是假装少尉砸拳，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正发力的话，巴特已经被终结了。巴特侧面转身想逃脱，卡拉想拉背，现在拉背成功，背后裸脚看看有没有，已经很紧了。巴特拍手认输。巴特的鼻子在流鼻血，应该是刚才打站立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。看到没有，体格小这么多，还是女子选手。现在还有没有人要挑战张伟丽啊？张伟丽也是这个量级的。巴特现在是心服口服。卡拉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打到你的鼻子。”好了，我们再看一遍，应该就是这一拳。其实卡拉已经收着力在打了，造成的伤害还是比较大。巴特表示以后再也不挑战职业选手了，女的也不行。今天的第3个故事 ，UFC 重量级排名前3的选手保罗·科斯塔，今天挑战他的是大网红罗根·保罗。罗根·保罗虽然是网红，但他的拳击技术还是非常好的。大网红的面子果然足啊，居然请来了 UFC 金牌主持布鲁斯·巴菲尔。罗根今天带着厚厚的护头，规则还是拳击规则。保罗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，之前他还 KO 了拖鞋本阿斯科伦。罗根今天是过足了瘾啊，看得出来保罗科斯塔并没有使出全力，罗根保罗打拳可没有收着，保罗科斯塔一记后手拳，轻轻松松的把罗根就 KO 了。两人的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看官老爷们一看便知。由此一战，相信罗根以后找对手的时候肯定会精挑细选了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